大家好，嘟嘟又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舅舅好久没做甜汤了。是的，今天舅舅给大家做个美味可口的蒜盘子甜汤，成品香甜软糯，很好吃，希望大家喜欢。这个嘟嘟特别爱吃，大家也别错过了。是的，我们马上开始。锅子里水煮至沸腾，再倒入西米60克，接着拌一拌，盖好，中火煮个10分钟。煮了10分钟后的西米没法完全煮熟，还是有点白心，没关系，离火，搁置一旁，焖一焖就行了。准备个蒸锅，备好芋头250克，切成薄片，大火蒸20分钟。时间到，用只筷子测试芋头是否熟透，很好，都蒸软了。取出芋头，趁热捣成泥状。好了，捣成这样就可以了。加入半小匙紫薯粉拌匀，这样完成后的芋头蒜盘子带点紫色，感觉会更美味，也更漂亮。也对。将芋头倒入个较大料理盆，加入1/4小匙盐，1小匙白糖，这样完成后的蒜盘子才有点底味。接着再加入2小匙澄面粉，150克木薯粉，一起拌匀。备好清水130毫升，分次一点一点加入，边加入边拌匀。最后再用手搓匀。搓匀后的面团是这状态，类似耳垂般柔软度。接着像处理汤圆一样，将面团匀分成小剂，每小剂7、8克左右，大或小一点都没关系，完全不会影响成品口感，这点大家大可放心。盘子上撒点干木薯粉防粘，再将匀分成小剂面团搓圆，就像搓汤圆一样，先搓圆，再用拇指与食指将两头轻轻一捏，捏出个蒜盘子的模样。好了，全部完成。大火煮开1锅水，水沸腾后，再将备好的蒜盘子生坯全部倒入。拌一拌，待锅子里的蒜盘子再次沸腾，浮起水面，说明蒜盘子熟透了。这时候再将煮熟后的蒜盘子沥出，浸泡冷水内备用。将这蒜盘子过个冷河，口感会比较 Q 弹。锅里倒入清水1200毫升，加入斑斓叶3至5片，盖上锅盖，中火煮开。取出焖透后的西米，沥干水分。沥干后的西米带点粘性，介意的朋友可以过个清水，沥干后再用。这时候锅里头的水也煮开了，将沥干后的西米全部倒入，预先备好的蒜盘子一样先沥干，再全部加入。再加入120克白糖，这不会太甜，不建议再减糖量。
拌一拌，盖上锅盖，中火继续煮开。待锅里甜汤再次煮开后，再加入200毫升椰奶。因为加了椰奶关系，熄火前记得再加入半小匙盐，这甜汤喝起来才解腻。煮开后即可熄火。哇，这也太香了啦！待稍微降温后就可以享用了。觉得口味比较单调的朋友，可以多加点甜仙草，最后再加一点罐头甜红豆。清香美味可口的蒜盘子甜汤，马上可以享用了。这也太诱人了啦！那你就请便，千万别客气了。谢谢舅舅。芋头蒜盘子软糯 Q 弹，加了点甜仙草，口味更好。红豆绵密，嚼起来又甜又香。蒜盘子甜汤真的太好喝了，喜欢喝甜汤的朋友一定要试试。今天舅舅就分享到这里，敬请大家帮忙订阅与分享，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。大家再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做个好吃的甜品——椰糖木薯。这美味小食目前在市场上已经不容易买到了。是的，它好吃又容易做，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学起来。对，这一定要学。清水800毫升，斑斓叶1片，切成小段，加入1/4小匙盐，75克椰糖。椰糖尽量选用些比较优质的，成品会比较香。将椰糖装入个塑料袋内，用个硬物击碎，这样煮起来比较容易化开。炉开高火，盖好，这样煮几分钟，椰糖就溶解了。备好1条木薯，去皮后净重约350克。用刀计法，将木薯计成视频中这般大小。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时候锅里头的椰糖也化开了。将木薯块加入，水必须没过木薯，水多了点没关系，水少了可以多加。盖上锅盖，炉调至中低火煮15至20分钟，煎中开盖，拌一拌，让木薯块可以受热均匀，这样才不会糊底。煮了15分钟后再次开盖，此刻木薯呈半熟状态。先将斑斓叶拿掉，然后继续将木薯煮软一点，煮至7、8成熟。接着再将炉转高火，将糖水收干。趁这时候可以试个味，喜欢甜一点的朋友可以再加点糖。舅舅口味比较淡，觉得这甜度刚刚好。好了，糖水收干至视频内这状态就可以了。冷却后的木薯还会将这椰糖浆吸收得更干。将冷却后木薯取出，淋上锅底内余下的糖浆。哇，这也太香了啦！木薯绵密，就这样享用就很美味了。如果再淋上一点椰奶，更是锦上添花了。真的，这太令人难以抗拒了。是的，这甜品舅舅在新加坡小贩中心尝过，爱得不得了。今天复制成功，特别开心，大家都来试试看吧，相信你也会喜欢。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，大家再见。